Hello， 大家好，這裡是晨曦 Stanley。大家好，我是小袁。這次來景德鎮呢，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找到一個我們喜歡的杯子。那也是看看是不是所有人到景德鎮都能找到一件屬於自己的喜歡的瓷器。帶着這個問題，我們出發千年瓷都景德鎮。這裡出產的瓷器是皇家御用與民間藝術的結合，霸佔了世界各種博物館，促進了全球的文明交流。商業化的今天，我們還能找到這麼好看的杯子嗎？收藏杯子在收藏界裡是一個容易控制預算的便宜的愛好。世界越来越虛擬化的今天，實體擁有這些使用價值還算不錯的器物，不但讓人覺得安心，也是提升審美的一種途徑。杯子的世界大如海，出發之前總要有個方向。我和小袁都有自己的小收藏。什麼樣子會有個大概的方向嗎？其實沒有一個很具體的方向，希望它的顏色能夠比較豐富，然後比較少見一些。不動了，好。這次去景德鎮呢，最主要想找的還是咖啡杯，有其他的器型的話，我也會很喜歡。畢竟啊，我喝的最多的就是咖啡。那我目前的杯子收藏呢，大概是這個樣子。收藏一樣東西之所以有趣，有時源於我們在地購買時候當地的文化和氛圍渲染。為了給我們找杯子的旅程加點 buff， 我們去了景德鎮的博物館。在御窯博物館，你可以很好的了解景德鎮的瓷器歷史。博物館本身是東方拱卷特徵，源於對景德鎮當地傳統柴窯形態的提取。御窯博物館裡呢，可以看到很多這裡出土的文物啊，但是你們看它身上的痕跡，很多是拼起來的，就是後期通過文物修復好的。好多東西就很殘缺啊，比如說這個鹿頭缺角以後，看起來都有點像豬頭了，很可惜啊。所以啊，覺得非常的唏噓，在劍橋一個英國根本不算非常重要的博物館裡面呢，擺放了這麼多景德鎮的這個完整的文物，然後在景德鎮看了一大圈呢，甚至都很難找到一個完整的盤子，但是人家一個簡單的櫃子裡面啊，幾乎全是來自景德鎮的非常完整而且精細的瓷器。大家還記得在往期視頻裡面，比如大英博物館那期，我們在世界各地看到一些散落的文物的時候，精美的瓷器、精細的繪畫、漂亮的色彩，都來自於景德鎮志。那在街邊的商店的時候，並不會聯想到文物，因為那些更多是手工藝人現代的一個商品。直到我們到一些景區，它還原當時這個窯洞燒制窯的一個過程，才能聯想到以前這個官窯非常繁盛的場景。我对景德镇有個很有趣的印象，就是到處都在放周杰倫。對。
要找一支在功能上有工業標準的咖啡杯，同時具有現代的設計感，在景德鎮很難。景德鎮在歷史上一直是以外向型定制的形態存在，這裡出口的瓷器從歐洲到中東。景德鎮本地留存的根脈是原汁原味、崇尚自然與手工隨機性，以茶藝為主線的陶瓷。喜歡這一個，它紫色真的很漂亮，而且上面那個花頂上還有一個小蜜蜂，感覺好可愛啊。那這種手工感在外觀上的體現，有時是保留拉胚時的痕跡，或者是這樣保留釉面流淌的線條，整體的外形給人感受更加厚重古樸。有很多偏可愛手作風格的，小圓這種可愛風格的喜歡嗎？是你的菜嗎？如果上面有雪纳瑞的頭的話，可能看一眼。看了比较多家店，但覺得找到自己喜歡的杯子的概率越來越渺茫。有那種不是一眼特別喜歡，但覺得還不錯的，然後看底下的標價有點勸退，因為相同的價錢可能更願意去買一些中古的，然後更精緻的咖啡杯或者是餐具。不一定要是景區，街邊的話也有很多陶瓷手工藝品店。這裡真的是太大了，你要買什麼呢？這是奇怪版本的海綿宝寶。你最喜歡的小餅乾，小餅乾要吃嗎？小餅乾，有小餅乾哦，好香好香。這就像我現在的心態，就感覺在夜市裡面轉得暈頭轉向的，不知道買哪個好。我們發現底層夜市低價傾銷，與其說是在找精美的杯子，不如說更像在撿漏。當然，撿漏本身也是相當有趣。目前這個免費的快架是全場的神，它像一個四不像，不像鴨，不像狗，不像貓，不像人。10塊錢7串，要啥自行車？我覺得買7串。這裡面的珠子加起來都不止10塊錢，就算10塊錢，我挑7串重組一個，都覺得賺翻了，賺麻了，贏麻了。賣瓷器的商業店鋪在低價夜市的旁邊，無意當中夜市拉低了這些店鋪的吸引力，而且很多店鋪是平台化運作，我們線上搜到的來自景德鎮的漂亮杯子，找不到線下的實體店、作坊、工厂，而是要深入到這些需要預約或者完全不對外開放的區域。找個杯子啊，都找到小區裡了。非常喜歡這個咖啡杯碟的組合，它的器型我特別愛，因為放在桌上的時候呢，這個碟子像個雲朵，然後它上面的波點呢不會感覺就是那種蒙德里安配色，它是一種蠻有秩序的一個彩色斑點。把它倒放的時候呢，瀝水的時候，這整個杯沿跟整個杯碟的底座也是蠻有一體感的，所以很喜歡這個杯型。但是老闆這個應該是只有樣品了，所以很難下手。暫時我們先選了一個手沖的杯子，首先是這個碟子，它是一個3瓣的感覺，然後感覺喝手冲咖啡的時候，可以從手冲壺裡面分裝一小杯一小杯的到這個小茶碗裡，上面這個果實的部分也是有立體觸感的。高端的私人手工工作室也在，但都不在市區，而在这裡的鄉下。我們沿着鄉間小路拜訪了意式形態廠房，一個特別有趣的工作室。
田子可以算得上是景漂。一開始學習公共藝術的他，10幾年前就來到了景德鎮，租下了這間屋子，在這個禪意的工作室裡，和他的創作一起成長。田子老師他所創作的雕塑很多都是啟發於非洲一些非常手工原始感的面具啊、形象啊等等。那他自己所設計的這個空間也是非常有趣，其中有一個很有趣的小細節是，從他自己打理的這個屋子裡面的縫隙長出了一個小草，隨着這個植物的生長呢，他在旁邊記下了相關的日記。田子的作品在我眼裡算是有當代獨立審美和手工感的器物，是那種你可以在陶瓷的海洋裡面一眼認出的作品風格。田子老師說，他對泥巴的理解和塵埃相通，泥巴誕生自塵埃，人歸於塵埃。從他的作品裡面，你會找到屬於自己的那張情緒臉譜。這些反叛和情緒，是田子老師對於泥土屬性的詮釋。比如說田子老師的作品，就放在這個商店的貨架上。空間設計很禪意，同時也像個小型博物館。比如這個爛泥扶不上牆，就是一個人或者很多人，就是他可能就是很多人希望他成才吧，希望他能夠游上去，有把他扶住。但其實我覺得是可以的，爛泥應該是可以的。正當我們在想這個展品要怎麼搬到現場展出的時候，它其實可以，這個太關鍵了，這個放到任何一個牆它都可以，就完全讓它不一定上牆，但是我也可以讓它飞。他平時還喜歡自己研發樂器，比如用工廠燈罩做的冬不拉，用陶瓷做的水生手碟。我們幾個不會樂器的，就和他現場來了一個 jam。这里的每家店都逛意十足，在这個電子廠裡面，很多的工作室，它的窗景跟整個店內的佈置都非常非常漂亮。杯子的選擇上，我肯定還是希望它具有實用性，就是它的功能還是要大於形式，或者功能要配合形式的。那這樣的話呢，造成了選擇困難，我很怕挑不到我喜歡的杯子。我覺得在景德鎮找瓷器是一種打破固有審美的過程，因為你在這裡要接受很多不同類型的杯子，它也有它美麗的地方，然後很多是很手做的、很粗獷的，就不一定是我喜歡的風格，但是會很有趣啦。對，很有趣，很有趣。最後
這個找杯子的期望就落在了雕塑瓷廠啊，這邊也有很多的买手店跟集合店。其實更推薦大家周末的時候來。周末的时候呢，景德鎮會有很多的市集。那在夜晚的時候，這些手作藝人們會擺出自己的攤位。那我們因為不是周末來的，所以只能自己一家一家去挖掘。如果真的再找不到，那沒辦法啊，那這我們就認了，好不好？我觉得这的风格都太可爱了，没有让我觉得很惊艳的那种感觉。找到一些還不錯的，其實我覺得找喜歡的杯子跟找衣服一樣，這種最普遍的生活用品，你真的是要越看越多，才會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然後需要什麼，不需要什麼。可能就是在一次次挑選跟犯錯，甚至買錯之後，才知道真的會喜歡什麼。而且這個愛好，它是一個過程，不是一個終點。就你可能會收集越來越多的杯子，或者會一直更換你的收藏，但是呢，沒有說你真正的收藏到你所有喜歡的杯子的那一天。像我自己是比較清楚自己對於咖啡杯的需求的，比如說，它作為這個平常飲用的工具，還是要這個杯口還是要齊平的，不然倒咖啡的時候可能會從某個地方漏出來。另外，它上釉面的話呢，不僅是整體看起來比較光滑，更重要的是這個杯沿跟嘴巴接觸的部分觸感會稍微好一點。很多手作感比較重的這個咖啡杯呢，它這個杯沿會顯得特別的粗糙啊，就是可能喝咖啡的時候嘴會覺得比較磨啊，那就是自己比較挑剔的一些地方。在景德鎮找杯子，這個感覺很極端。一方面你很緊繃，因為信息過載，太多杯子，太多攤位，太多店鋪，不知道去哪買，不知道從哪一個開始下手。那另一方面呢，你也會經常感覺到放鬆。這裡的很多空間設計的還是很棒的，光是待在這個空間裡就非常的治癒。另外，很多瓷器還是要真正上手。一個是不同瓷器在不同的光線下呈現出來的質感跟感覺不一樣，另外一個是杯子這個東西雖然不像衣服這樣子要非常非常合身，但是只有你拿着摸到才會覺得這個東西是不是你喜歡的觸感。說實話，景德鎮對我來說沒有有趣的人文，沒有大片新奇的景觀，但這樣整座城市統一鑽研一個產業，在當今社會屬於罕見。對於我來說，關於瓷器充滿期待的發現，感覺遺憾的錯過，審美框架的顛覆，都是旅行的收穫。概括一下景德鎮之行的感想，就是東西非常非常多，看得我眼花繚亂。然後我發現吧，就是在逛的這個過程當中，有一些器型我喜歡，但是它的花色或者質感不是那麼的讓人滿意。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還蠻有意思，就是不斷的去探索自己的審美和偏好。下一次說不定在哪裡遇到了，然後就是因為在景德鎮曾經看過類似喜歡的東西，所以挺好的，也歡迎大家來景德鎮更好的體驗這個陶瓷的文化，找到一些自己喜歡的器具。好，那這裡是晨曦 Stanley， 讓我們在世界的下個角落相遇。See you in the world. A few moments later. 請問我們那隻謝娜妮呢？現在在車裡罵我們倆呢。哇，完了，尿在後面了嗎？